将近有 80% 的人没办法把这期影片从头看到尾，因为你的注意力已经遭到永久性破坏。不过如果你是以下情况，还是有救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维。你是手机的保姆吗？还是手机就是你的保姆？人人手上都有一部手机，每天你就像是照顾小婴儿一样，给他穿上昂贵的防护服，生怕他摔了一跤，不时为他充电，只怕他饿坏不理你。听到他的呼叫，更是立马握在手心，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还是相反，他是你的保姆，每天不厌其烦地叫醒赖床的你，给你提醒日程安排，带你到想去的地方，管理起你的社交圈子。最重要的是，娱乐耍废时，你一刻都不能离开他，因为你已经对他上瘾。为什么你很可能在浪费你的生命？揭秘社交媒体的心理操控设计，3个摆脱手机上瘾的方法。欢迎订阅频道，看到更多心理学及生活知识分享。因为你是很容易忘记的哦。在 AI 起飞的年代，手机已经成为与衣物一样的随身物件。物件工具本身没有好坏之分，但使用者却可以因此而坏掉。频繁的使用手机，对手机产生一种依赖。当你意识到想停止却很难停下来时，这种失去自我控制的情况就是所谓的手机上瘾。在2012年的一份研究中，研究人员提出手机很可能是21世纪最大的非药物成瘾。这意思是说，对手机上瘾有如在吸食毒品。可怕的是，严禁使人上瘾的毒品，如今却是小孩随手可得的安抚玩具，甚至使一些小孩出现了吸毒者的阶段反应。人们早在12年前预言了今天的事，并不是凭空的想象。现在很多医学专家开始提出，手机成瘾和药物成瘾在大脑中出现的反应非常相似。我们用3点来对比。第一，激活大脑奖赏系统。当一个人在使用手机，不管是刷影片或是接收讯息时，大脑里有个叫 VTA 的区域会释放一种让人产生欲望追求的神经传导物质多巴胺。多巴胺会激活大脑不同的区域，产生一系列的行为反应，包括刷手机时的快乐和兴奋感。这种快感就会让人持续重复使用手机。让人疑惑的是，这种行为和吸毒者的反应异常相似。抽烟和吸食毒品也会直接刺激大脑的 VTA， 释放大量的多巴胺，让人产生情绪高涨和兴奋的感觉。体验到这种快感的人，谁还会拒绝再来多点这种感觉呢？于是不断重复要更多。第二，耐受性升高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药物成瘾者开始发现，现在药物带来的快乐没有以前多了，他们要摄入更多或者更高的剂量，才能达到之前的高度与快感。这种现象被称作耐受性提高了。和频繁使用手机的人一样，每天滑1-2个小时的手机已经不够用了。为了回到从前那种快乐的感觉，他们开始花更多时间在手机上，不管是刷社交媒体、打游戏、资讯搜索，开始消遣娱乐滑，趁等待空闲时滑，上班上课无聊偷偷滑，甚至没有空的时候还要边做边滑，因为只有更多才能满足他们。真的有那么夸张吗？第三，戒断现象。这听下来有些夸张，但仔细想想身边人或对照自己，还真的是手不离机，对手机上瘾了。这时候出现了一种状况，当手机上瘾者无法使用手机或手机不在身边时，他们会开始感到焦虑、不安，甚至是无法抑制的突然暴怒。这场景就和戒毒中心里的药物成瘾者如出一辙。在药物成瘾者不用或减少药物时，他们会颤抖、恶心、焦虑、情绪不稳定等，这是一种上瘾者的戒断现象。也许使用或做这事情已经不再提供他们愉悦感了，这只是为了避免不做带来的不舒服的感觉。这3点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上瘾的过程。手机成瘾和药物成瘾如此的不谋而合。关于上瘾的话题，我以前已经专门做一集详细的说明了整套上瘾机制，有兴趣可以等下到资讯栏点来看吧。只看手机使用的时间或次数，并不能判断一个人是否对手机成瘾了。可以从一句话快速的自我察觉：我没办法控制自己不查手机。当手机不在我身边时，我会产生焦虑和不安。这种不安感已经影响到我的日常生活。
说件大家有感的是，2024年已经来到3月尾了。我们先不说去年或更早的时间，如果你不知道你这3个月是怎么过的，那很可能你的时间都浪费在手机上了。我们会用2倍速看影片，但讽刺的是，我们的现实生活的一天也像调了2倍速一样，一天没做多少事就没了。那你觉得你在浪费你的生命吗？根据普林顿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亚当·奥特在2017年出版了一本名为《欲罢不能：科技如何让我们上瘾》一书中有提到，你会对手机上瘾，也许不是你的意志力薄弱，而是手机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上瘾设计。以下是我个人统整了各方的手机应用设计和心理学，分析手机设计者是如何用6个步骤让你上瘾的。步骤1：推送通知。在所有的手机 App 上，不管是通讯、游戏、社交、学习、工作、外卖、商城、导航、日历等等 App 上，都设有一个通知的功能。这个默认的功能看上去没有什么杀伤力，却堪比哈利波特的阿瓦达索命咒语。无论是社交媒体的新消息、电子邮件的到达，还是游戏中的新任务，即使你设了静音，当手机亮起的那一刻，你就像是中了魔法咒语一样，不自觉地伸出手机拿起看看。这种设计利用了一种反馈奖励，人类天生有对新奇寻求的本能。当我们接收到新消息时，大脑会释放多巴胺，带来愉悦的感觉。一次次的亮屏和铃声，其实就是设计师在默默地下达暗示的咒语。快来看手机吧，快来看手机吧。渐渐，你甚至出现一种奇怪的行为，在没收到通知的情况下，也会忍不住地拿起来望一下。步骤2：无限滚动和自动播放。只让你拿起手机2-3秒，对于一款成功的 Apps 还不算合格，必须让你一直拿着它。请望一下你拿着手机的姿势，是不是就和你滑动社交媒体没有差别？你只需要单手握着手机，依靠一只拇指不断往上滑，就完成了时间黑洞的启动。你会发现 Facebook、Instagram、TikTok、YouTube 等等社交媒体，它们的往上滑动都是无止境的，只要你继续滑，永远会有新的东西可以看。人类有着一种损失厌恶的心理，在2004年传出了一个新的词汇——错失恐惧症 FOMO， 是指生怕自己不在场时，很可能发生了非常有意义的事，因此驱使本人下意识地参与其中。比如担心错过朋友或同事的动态，感觉一天不看手机新闻好像与社会脱节了。然而设计成自动播放和无止境的内容，让人很难停下来，因为每次的滑动偶尔出现让人兴奋的内容，同时也满足了避开错失的痛苦。步骤3：短影片。这里的短影片不单单指 YouTube 的 Shorts， 也包括 IG Reels、Facebook Stories、TikTok 等平台。只要是短短1分钟内、30秒内，甚至是15秒内的影片，都已经成为上瘾平台的主流设计。短短几秒的 Shorts 就能快速的把人的情绪一下拉到高点，吸引大量用户的注意力，也同时在破坏人类的专注力。前面一直提到，大脑会在你获得新信息时释放多巴胺，让你感到兴奋。短期快的输出和无限往上滑的设计，你觉得像是什么？没错，这个状态就像是一个赌徒坐在闪烁不停的老虎机面前的画面。老虎机可以说是赌博界的可卡因，有非常强的上瘾性。老虎机的玩法很简单，只要拉动旁边的拉杆，画面就会转动。也许赌徒会经历无数次失败，但只要听到一声胜利的铃铛声和五彩缤纷的闪烁画面，就足够让他持续玩下去。即使你不是赌徒，在无法自拔地刷着短影片的你，已经证明你输不起了。步骤4：赞、评论和分享。在原始的 Facebook 是没有赞这个功能的。在2008年 Facebook 首次在界面上新增了一个白色大拇指的按钮，点下去它会通知对方你赞了他的帖子。随后留言、分享、赞的按钮更是所有社交媒体必备的功能，因为少了它们，用户很可能就不会停留在上面。这关系到人类对社交需求的满足，即使再怎么喜欢独处的人，也无法忍受孤独感带来的负面感受。因为独处和孤独并不是一个概念，详细的原因不在这里赘述。人类无可否认是寻求社会认同的生物，恰恰点赞、评论、被分享就给予人们某种社会认同的感觉。即使你没发过文、没发过照片，只要你注册了社交媒体账号，已经足以表明你需要这个在线身份。
通过观察别人的生活，给他点赞，说一句你好漂亮啊，都是一种帮助自己建立在线身份的互动，也是获得社会认同的方式。一个简单的现实生活例子，坐在餐厅里的情侣、家人或朋友，即使对方就在他们的眼前，他们却很可能选择在线身份而非现实身份，这是手机上瘾的其中一个特征。步骤5：个性化推荐。负责 YouTube 增长和发展的管理总监 Todd Palfrey 曾经透露过 YouTube 其中的推荐机制，是从观众的观看习惯、互动记录、偏好来推荐影片，强调是帮助观众找影片，并非帮助影片找观众。如果你是 YouTube 创作者，这句话对你来说非常关键。当然不止 YouTube， 像是 Netflix、Facebook、Instagram、小红书，都是根据每个用户的观看历史、搜索习惯和评分反馈来制定每个用户的个性化推荐，因为这样你才能满意的黏在平台上不走。对于人类有2个强烈的吸引法则，那就是好奇和需求。个性化的推荐满足了观众的需求，不断游走在静止边缘的影片也穿插在推荐栏里，勾起用户的好奇心。大家应该都曾经听过一句话，好奇心会杀死猫，但其实这句话还有后半句，好奇心杀死猫，但满足感又将其带回来了。好奇心所带来的上瘾是有迹可循的，大脑为了奖励人类学习和探索新知识，会在人们单纯接触到新奇的东西时就开始释放多巴胺，启动整个奖赏系统。未知虽然充满不确定性与危险，但人就是因为这样的刺激和兴奋，不断的追求更多。步骤6：关注者和观看数。社交媒体的粉丝数和观看数，这看似单纯显示数字的设计，我认为它实际是一个完整支撑前面所有5个机制的基层设计。不妨深入思考一下，所有社交媒体里都有2个角色，一个是发布者，一个是关注者。无论是 YouTube、Facebook、TikTok 里的内容，从来都不是平台本身发布的，平台本身的核心任务就是让这2个角色持续留在平台上。它的方法就是显示粉丝数和观看数。当所有人来到这个平台时，都相互不知道彼此的存在，然后平台把互动数字化，那样我们就开始知道多少人看着我们，我们也开始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们一起看。这是一个激励循环，当发布者知道有人在关注自己时，就会开始积极的发布照片，这时关注者就会获得更多的内容，持续关注，再回到激励发布者发布更多的照片。想要驱使人采取行动，设置一个眼下能达到的小目标，人就会受到跨越眼前的成就所驱动，这在心理学中被称为目标设定理论和成就动机。比如平台会给发布者设定目标奖励，当 YouTuber 达到10万订阅的时候，会给一个银色的奖牌，到100万时会有金色的奖牌，再到1000万时钻石讲座，1亿订阅得到红钻石讲座。这些平台利用了2者对社会认同和自我价值的追求，将我们化为持续参与的动力。当6个步骤整套下来，有人已经发现他对手机上瘾了，甚至出现了无手机恐惧症 （Nomophobia） 的症状。如果你也想摆脱对手机的上瘾，可以参考3个方法。第一，知道自己在使用手机。有些人真的没有发现自己大半天的时间都交给了手机，可以下载手机使用追踪 Apps， 或 iPhone 本身就有一个 Screen Time， 能查看自己最多时间花在什么 App 上、什么时段上。第二，给自己设置目标，每天安排一个使用手机的时段和不能使用手机的时段，比如早上9点到12点是工作专注的时段，完全禁止碰手机，哪怕是收到信息都要等到12点后才回复，或者下班后给自己1-2个小时刷，尝试严格遵守。第三，把手机离开视线范围。有时候总是忍不住，因为手机就在眼前随手可得，可以在你专注的时候放静音，增加拿到手机的步骤，如放在厨房的抽屉里。原子习惯就有提到，要养成一个好习惯，把它变成容易执行，要改掉一个坏习惯，让它变得难以执行。每多一个执行步骤都会有很大的影响。当然以上都只是方法，能否摆脱还是要靠打从心底的决心。就如我在上瘾那集有提到，如果这是你养大的恶魔瘾，只有你的心智强大起来才能把它消灭掉，其他方法都只是辅助。等等，先别急着关掉，这里还有3个上期有趣的留言可以看哦，有可能你就被选中。
如果觉得这集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利用下方的超级感谢小额支持创作。离开前简单的点赞或留言都能提升我们制作影片的动力。按下订阅小铃铛，下集有新的影片就会通知你咯。我是阿维，感谢观看，下集见。